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啊，真的是让我这个老红娘都忍不住落泪了。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，一句就算你一辈子坐轮椅，我也不会离开的誓言，让所有人都动容。我们的女主角小玲是个大陆姑娘，家在江浙一带的小城市，从小家境不好，爸妈离异后，她跟着妈妈生活。妈妈常年生病，家里的担子压在小玲小小的肩膀上。丽姐，我小时候过得真的很苦。小玲跟我聊天时说道，10岁那年，妈妈查出了重病，我放学后就得去街上摆摊卖些小玩意儿，赚点钱补贴家用。那时候的小玲本该无忧无虑享受童年，却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。妈妈的病一天天加重，医药费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这个本就贫困的家庭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妈妈疼得在床上直打滚，我抱着存了好久的零钱去医院，可医生说需要做个检查，费用是我手里钱的3倍。小玲说到这里，眼眶红了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恨自己太没用了。好在妈妈后来通过单位的医保解决了大部分问题，但这段经历在小玲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她暗自发誓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做个有用的人，再也不让自己和亲人因为钱而受苦。凭着这股劲儿，小玲从小学到初中，再到高中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高考那年，她以超出一本线50多分的成绩，考入了一所知名大学的医学院。我想当医生，就是因为小时候看到太多人因病致贫。小玲坚定地说，我想尽我所能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大学期间的小玲依旧勤奋，专业课总是第一，还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赚钱，减轻家里的负担。毕业后，她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医生，在家乡的3甲医院工作。本以为生活会就此平静下来，谁知道老天爷又给小玲开了个玩笑。28岁那年，小玲在一次值夜班时，突然感觉双腿无力，站都站不稳。同事们赶紧把她送去做检查，结果显示她脊椎出了问题，需要立即手术。医生告诉我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行走能力。小玲苦笑着说，我当时就懵了，我自己也是医生啊，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。手术是成功的，但术后康复并不理想。小玲的双腿恢复得很慢，医院里的同事们都很关心她，轮流去病房照顾她。可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不可能一直陪着她。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。小玲低声说，我躺在病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突然感觉人生好像走到了尽头。我才28岁啊，还没谈过恋爱，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。就在小玲最消沉的时候，一个从台湾来的医疗团队到他所在的医院进行学术交流。团队中有一位叫阿翔的康复科医生，是台大医院的专家。阿翔得知医院里有位同行因脊椎问题行动不便，专门来看望小玲，并为他会诊。第一次见到阿翔，我正躺在床上发呆呢。小玲回忆道，他进来时，阳光正好从窗户照进来，给他周围镀了一层金边，就像电影里的场景一样。阿翔看了小玲的病历后，认真地说，你的情况我在台湾见过几例，虽然恢复起来有难度，但绝对不是没希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制定一套康复计划。小玲当时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，但也有担忧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我现在已经停薪了，医保能报销的部分也有限。阿翔笑了笑，别担心费用的问题，我是来交流学习的，不会收你的诊金。至于康复训练，我可以亲自带你，只要你有足够的毅力和信心。就这样，小玲开始了艰苦的康复训练。阿翔每天抽时间来指导她，教她一些台湾最新的康复技术和方法。渐渐的，小玲从最初连坐起来都困难，到能够借助器械站立一会儿，进步虽然缓慢，但确实在好转。阿翔真的很有耐心。小玲说，有一次我练习站立，连续摔了好几次，疼得我直掉眼泪，想放弃了。他就蹲在我面前，握着我的手说，再试一次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在阿翔的鼓励下，小玲坚持下来了。2个月后，他已经能靠拐杖慢慢走几步了。而此时，阿翔在大陆的交流期也接近尾声，他要回台湾了。离别前一晚，阿翔请小玲吃饭，两人聊了很多。小玲得知阿翔家在台北，父母都是医生，他从小生活优渥，但性格却很谦逊。
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康复专家，他曾去美国、日本进修，见识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。我还以为台湾医疗条件不如大陆呢，小林坦言，毕竟我们这边医院那么大，设备也不断更新。阿翔笑了，很多大陆朋友都有这个误解。其实台湾的医疗体系非常完善，全民健保覆盖率高达 99% 以上，连外籍劳工都能纳入，而且看病很方便，预约系统发达，专科医生的质量也很高。小林这才知道，原来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医疗水平在亚洲是名列前茅的，特别是在精密手术和康复治疗方面，有些技术甚至领先大陆。难怪你的康复方法这么有效，小林感叹。如果早点知道这些，我可能早就能站起来了。阿翔看着小林，眼神变得柔和。其实我有个提议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考虑去台湾继续康复治疗。我在台大医院有更好的设备和团队，能帮你恢复得更快。小林听了很心动，但立刻想到了实际问题，去台湾治疗得多少钱啊？我现在还在休病假，没什么收入，费用方面可以想办法。阿翔认真地说，有些国际医疗援助项目可以申请，我也可以帮你联系一些基金会。重要的是，你不能就此放弃希望。那一刻，小林看着阿翔的眼睛，感觉自己仿佛看到了希望的光芒，但他没想到，这只是他们故事的开始。阿翔回台湾后，并没有像小林担心的那样断了联系，相反，他几乎每天都会视频通话，询问他的康复情况，远程指导他的训练。有时候，他甚至会连夜查阅资料，第二天一早就发给小林最新的康复方案。他真的很专业，也很用心。小林说，有一次我半夜疼得睡不着，随手发了条信息抱怨，没想到他立刻回复了，还给我讲解了缓解疼痛的方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台北那边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。就这样，两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，话题也从单纯的病情交流，逐渐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小林发现，阿翔不仅是个负责任的医生，还是个幽默风趣的人，懂得欣赏生活中的美好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阿翔突然告诉小林，他申请到了一个项目，下周会再来大陆，而且直接来他所在的城市。我当时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。小林回忆道，就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好像有人在关心着自己，真好。阿翔这次来，带了台湾那边最新研发的康复辅助器材，专门为小林量身定制的。他还带来了一堆台湾特产，什么凤梨酥啊、珍珠奶茶粉啊，还有小林最爱吃的牛轧糖。他记得我随口说过一次喜欢吃甜食，小林感动地说，那么多事情，他居然都记在心里了。这次见面，阿翔待了整整2周。白天，他陪小林做康复训练，晚上，两人一起看电影、聊天。小林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每天与阿翔相处的时光，而阿翔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像是医生看病人那么简单了。离别前一天，阿翔带小林去了当地最高的观景台。此时的小林已经能借助轮椅活动了，虽然还不能长时间站立行走，但比起最初已经进步很多。站在观景台上俯瞰整座城市的灯火，阿翔突然握住了小林的手。小林，这半年来，我发现自己对你的感情已经超出了医生对病人的关心。阿翔认真地看着他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突然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小林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他心里当然也有好感，但从没想过阿翔会主动表白。毕竟自己现在是个行动不便的病人，而他是台湾知名医院的专家，条件那么好，怎么会看上自己呢？可是我现在这样，小林低下头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康复，甚至可能一辈子都需要依靠轮椅。阿翔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就算你一辈子坐轮椅，我也不会离开。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是你的坚强、乐观和善良，而不是你能不能走路。听到这句话，小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强撑着做那个照顾别人的人，却很少被人这样全心全意的关心和爱护。人间真情啊！这小伙子的表白也太戳心了吧！但是故事还没完呢，接下来的发展更是让人意想不到。我当时真的很矛盾。小林向我坦言，一方面被他的真情打动，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会成为他的负担。毕竟两地分隔，我又是这种情况。那天晚上，小林彻夜未眠，
思考着该如何回应阿翔的表白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做出了决定。阿翔，我也喜欢你，但我需要时间。小林认真地说，我想先把身体养好，至少能自己站起来走路，再考虑两个人的事情。阿翔尊重他的决定，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这样，你来台湾治疗吧。我已经和医院商量好了，可以安排你入院，做更专业的康复训练。费用方面，有国际医疗项目可以报销一部分，剩下的我来解决。小林有些犹豫，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而且我去台湾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不会麻烦，这是我的心意。阿翔笑着说，而且台湾很友善，大家都会照顾你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在那边有更先进的康复设备，对你的恢复有好处。经过再三考虑，小林决定接受阿翔的提议。他向医院申请了长期病假，办好了赴台手续，踏上了这段未知的旅程。到台湾的第一天，小林就被那里的医疗环境惊艳到了。台大医院的康复中心设备齐全，医护人员专业又亲切，病房宽敞明亮，就像高级酒店一样舒适。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服务理念。小林说，从医生到护士，都把病人当成家人一样照顾，非常温暖，而且整个医疗流程很人性化。不像我们这边有时候会遇到的排长队跑来跑去的情况。阿翔在医院安排了最好的专家团队为小林制定康复计划，除了常规的物理治疗外，还包括心理辅导、营养调理等全方位服务。每天阿翔都会抽空来看他，带他熟悉医院环境，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。我记得有一次训练特别痛苦，我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小林回忆道，阿翔就蹲在我面前，擦掉我的眼泪，说辛苦了，我们今天做到这里，明天再继续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感觉被爱包围着。小林在台湾的康复进展比预期的要快，3个月后，他已经能借助助行器独立行走了。医生们都说，这与他坚定的意志力和积极的心态密不可分。而这段时间里，阿翔和小林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。阿翔工作再忙，都会抽时间陪他。周末带他去台北的各个角落游玩，让他在康复之余也能感受台湾的美。台北真的是个很包容的城市。小林感慨道，即使我坐着轮椅，出行也很方便，到处都有无障碍设施，而且大家都很热心，看到我们经常主动帮忙。阿翔还带小林回家见了父母。让小林意想不到的是，阿翔的父母非常欢迎他，丝毫没有因为他的身体状况而有任何不悦。阿翔的妈妈抱着我说，孩子，你能来我们家就是我们的福气。小林说到这里，又忍不住红了眼眶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另一个家。在台湾的半年里，小林不仅身体状况大有改善，心灵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。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医疗体系，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文关怀。我以前总觉得大陆的大医院硬件好，技术新就是最好的。小林反思道，但在台湾我才明白，先进的医疗不仅是关乎设备和技术，更在于对病人的尊重和人性化的服务。阿翔也经常和小林分享台湾医疗体系的特点。我们的全民健保实施多年，覆盖面广，老百姓看病负担小。虽然医疗资源有限，但分配相对均衡，基层医院和社区诊所都能提供优质服务，特别是对慢性病和康复治疗这块特别重视。小林听了很感慨，难怪你们的康复理念这么先进，是把病人当成整体来看待，而不只关注病灶本身。阿翔笑着补充，其实两边各有优势。大陆医院规模大，特别是三甲医院的急症处理能力很强，台湾则在社区医疗和慢病管理方面做得不错。如果能优势互补，那就更好了。随着康复的进展，小林开始思考未来的计划。他很想留在台湾和阿翔在一起，但又担心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家人的照顾问题。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，需要人照顾。小林忧心忡忡地对阿翔说，而且我在大陆是正式编制的医生，如果辞职就得重新开始了。阿翔理解他的顾虑，这些都是实际问题，我们可以慢慢解决。比如，可以申请让你妈妈也来台湾定居，台湾的养老和医疗体系对老人很友好。至于工作，以你的能力，在这边找个好医院不是问题。就在两人规划未来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阿翔的父亲突发心脏病，虽然及时送医救治，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后遗症，需要长期护理。
那段时间阿翔真的很辛苦。小林说，白天在医院工作，晚上还要照顾爸爸。我也尽量帮忙，但毕竟自己还在康复中，能做的有限。看到阿翔为了家人付出的一切，小林更加坚定了和他共度一生的决心。他知道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这个男人都会义无反顾地守护自己所爱的人。终于，在小林到台湾1周年的纪念日那天，阿翔正式向她求婚了。地点选在了台北最高的摩天大楼台北101的观景台上。他单膝跪地，捧着戒指，对我说：“小林，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。这一年，我看着你从轮椅上站起来，一步步走向康复。你的坚强和勇气让我敬佩。我希望余生的每一天都能牵着你的手一起走下去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一起面对。就算你将来需要再次坐轮椅，我也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推着你去看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嫁给我好吗？”小林哭着点了点头。周围的游客看到这感人的一幕，都忍不住鼓起掌来。很多人不知道这对恋人背后的故事，但都被这份真挚的爱情打动了。婚礼定在了第2年的春天，地点选在阿翔老家附近的一个海边小镇。小林的妈妈和几个好友从大陆赶来参加，阿翔的亲友也都到场祝福。婚礼当天，小林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在妈妈的陪伴下，一步一步地走向阿翔。是的，他走过去的没有坐轮椅，而是依靠自己的双腿，缓慢但坚定地向爱人走去。那一刻，我看到阿翔眼里含着泪水。小林回忆道，他知道我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多少努力，整整1年多的康复训练，无数次的跌倒再爬起，就是为了能在婚礼上靠自己的力量走向他。阿翔上前一步，紧紧抱住了小林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孩，我爱你。”现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这不仅是一场婚礼，更是对爱情和生命力量的最好诠释。婚后，小林和阿翔决定定居台湾，但每年都会回大陆探亲。小林的妈妈也在他们的帮助下办理了长期居留，可以经常过来住一阵子。小林在台北一家康复中心找到了工作，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。其实一开始挺不适应的，小林坦言，不仅是工作环境不同，连医疗理念都有差异。但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能够把大陆的经验和台湾的方法结合起来，为病人提供更全面的服务。如今，小林已经成为了康复中心的骨干，专门负责从大陆来台求医的患者。他深知这些患者的心理和需求，能给予他们最贴心的帮助。我现在的梦想是建立一个两岸康复医疗交流平台。小林充满热情地说，让两边的医生可以互相学习，取长补短。特别是康复领域，两岸合作的空间很大。阿翔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，还帮他联系了不少台湾的医疗资源。两人经常一起参加学术交流活动，成为了医疗界的一对伉俪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阿翔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大陆人而有任何偏见。小林说，相反，他特别尊重我的文化背景和专业能力。我们在一起，不仅是2个人的结合，更像是2种文化的交融。这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故事，感动了无数人。小林和阿翔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真爱不分地域，不畏艰难，只要足够坚定和真诚，就能跨越一切障碍。丽姐，您知道吗？阿翔告诉我，他第一次见到我时，就被我的眼神打动了。小林满脸幸福地说，他说那时虽然我躺在病床上，身体虚弱，但眼睛里的光芒从未熄灭，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让他无法忘怀。听完小林的故事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无数对情侣的喜怒哀乐，但像小林和阿翔这样的爱情真的很少见。就算你一辈子坐轮椅，我也不会离开。多么质朴却又深情的誓言啊！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爱情吗？不求轰轰烈烈，只愿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离不弃。现在，小林和阿翔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男孩继承了爸爸的帅气和妈妈的聪明，他们的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，成为了两岸爱情的一个美好见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正在寻找真爱，请不要轻言放弃，因为爱情就像小林的康复之路，
需要耐心和坚持。只要心存希望，总有一天你也会遇到那个愿意陪你走过风雨的人。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